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李沁接一掷千金古装大女主，李沁要接一掷千金这事一传出来，我第一反应不是好期待，而是内娱又准备拍伟大女主了。2026年5月28日，圈内放出消息，启蒙影业正在筹备的古装经商大女主剧一掷千金。女主目前正在深度接触李沁，这部剧的设定乍一看确实很容易让人心动。女主贺显金是造纸世家的庶女，她聪明、清醒、会做账、懂经营，还有极强的商业头脑。从卖纸到经营胶子印刷，再一步步做到垄断朝廷市场，妥妥的古代女企业家路线。最关键的是，她前妻人设非常硬。别人催婚，他直接放话不婚不嫁；别人靠联姻换利益，他偏偏选择自己赚钱，甚至还能当众断人姻缘，摆明态度：我的人生不靠男人。看到这里，很多观众肯定会觉得，终于来了个真正搞事业的大女主。可问题偏偏也出在这里，因为原著后半段，贺显金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古偶路线。他嘴上说着不婚主义，结果最后还是被腹黑男主一步步套路到动心。前期越强调独立，后期感情线反而越容易让人觉得割裂。这也是现在很多观众最担心的地方。内娱这些年最爱玩的就是大女主包装，开局给女主最飒的台词，什么我命由我不由天，绝不依附男人，我要掌控自己的人生。结果剧情演着演着，事业线越来越虚，恋爱线越来越重，最后观众才发现，所谓的大女主不过是披着事业外衣谈恋爱的古偶。所以一掷千金现在最大的争议，不是造纸行业好不好拍，而是编剧到底会怎么处理女主被爱情打动这件事。因为真正的大女主从来不是不能恋爱，真正的大女主是即便恋爱了，她依然拥有完整的自我。她可以爱一个人，但不会因为爱情放弃原则。她可以动心，但人生目标不会因此改变。她的事业、野心、成长永远排在被爱之前。可很多国产剧偏偏喜欢把被男人改变包装成成长，仿佛一个女人只要最后学会依赖，学会柔软，学会为了爱情妥协，才算真正完整。这才是观众现在越来越反感的原因。大家不是不能接受感情戏，而是不想再看那种前期事业脑、后期恋爱脑的套路循环。而李沁之所以让人对这个项目还有一点期待，也恰恰因为她这些年的选戏路线一直挺特别。她不是那种疯狂拍甜宠古偶的女演员，从《庆余年》里的鸡腿姑娘，到后来的人生之路追风者，包括如今待播的《醉梦他杀》，李沁其实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，而且她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，清冷、克制、温柔，但骨子里又带着韧劲。这种气质特别适合演表面温和、内里清醒的角色，尤其是古装里的李沁，古香优势非常明显。她不是浓颜系美人，却自带古典感，一穿上古装就会有种世家贵女的氛围。所以单从角色适配度来说，一掷千金确实很适合她。造纸世家女掌柜，聪明会算账，外柔内刚，这种角色放在李沁身上几乎不用担心违和感。再加上一掷千金本身还加入了非遗宣纸工艺、古代商战这些元素，如果剧组真的愿意认真拍，说不定还真能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。但问题就在于，现在观众已经不太相信内娱所谓的大女主宣传了，因为类似的套路实在太多。开播前宣传女性成长，结果播出后全在炒 CP， 前期说女主独立清醒，后期却让她为了爱情放弃事业，嘴上喊着不婚主义。
最后还是安排他感动落泪，投入男主怀抱。这种剧情，观众真的快看疲劳了。所以一纸千金最后能不能成，核心根本不在于男女主甜不甜，而在于贺显金最后还是不是贺显金。如果他最后依旧保持自己的事业心，依旧掌握人生主动权，那么感情线会成为角色的加分项。可如果他前20集还在喊女人不需要男人，最后却变成原来被你宠着也挺好的传统古欧女主，那这人设基本就崩了一半。而且这种崩塌不是演员演技能救回来的，因为现在观众真正想看的早就不是男人征服女人的爱情神话，而是两个成年人之间势均力敌的情感关系。大女主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她有没有爱情，而是她的人生主线永远不能只剩爱情。